什么是负利率？负利率对公司有什么影响？负利率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有哪些公司我们应该格外警惕？今天我们就要讨论一下负利率。大家好，欢迎来到投资成长频道，拒绝做韭菜，我是何斌。有借贷就有利息，相信大家对利息的概念并不陌生。我们接下来看看伟大的经济学家、哲学家都是怎么给利息定义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佩蒂认为，利息是暂时放弃货币的使用权，应该获得报酬。这个定义清晰简洁，至今仍然是非常经典的利息定义。英国哲学家、政治学家约翰·洛克也认为，利息呢是承担风险的报酬，把钱借给别人是一种冒险的举动，到时候收不回来怎么办？所以收取利息是对承担风险的一种补偿和安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希尼尔认为，利息的本质就是节欲，资本家遏制了自己的欲望，减少了消费，因此才增加了储蓄，而储蓄呢，正是资本的唯一来源。所以资本家获得利息，就是对节欲这种牺牲精神的回报，否则没人节欲，没有了资本，结局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总结下来，利息就是对放弃承担风险、节制欲望的补偿。大家看到利息定义以后，不要动不动就向别人借钱，别人借给你钱就意味着放弃承担风险、节制欲望。亲戚朋友之间借钱呢，往往是没有利息的，只要还本金就好了。有的时候呢，为了面子，连借条也不让打。有人说，检验是不是真正朋友，就看能不能借到钱。其实要想结束一段友情，这招也非常管用，所以呢，一定要慎用。现在即便是亲戚朋友之间，有的时候打借条还是要还本付息，这样的情况也渐渐多了起来。这其实是一件好事，既尊重别人，也积累自己的信用。不要以为亲戚朋友嘴上说不在乎那点利息，其实心里一定在乎。我们把钱借给别人，就失去了流动性，放弃了本来可以消费的权利，还承担了风险。对于这种风险的补偿就是利息。有了利息之后，我们要引出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利率。利率我们可以把它认为货币以及资金的价格。为了表示通货膨胀对利率的影响，经济学家们又区分了货币的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那名义利率呢，就是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利率；实际利率就是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得到的就是实际利率。我们在这里可以举个例子，小明到银行把1000块钱存到银行里，假如说银行给小明1年的存款利率是 10%， 小明呢上网查了一下，今年的通货膨胀率呢是 6%， 那么这个 10% 就是名义利率，而 10% 减去 6% 等于 4%， 就是实际利率。那么由于刚刚我们讨论了利息的定义，利息呢就是一种补偿，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利息一定是个正值。我们把钱放到银行里，理所应当的，银行就要给我们利息。但是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把钱放到银行里，还要向银行交钱，这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世界？我们其实呢，离这个世界也并不遥远。现在呢，我们讨论一下什么是负利率。我们说的负利率，就是实际利率为负的利率。首先我们讲一下我国的负利率。从1996年5月到2002年2月，央行呢连续9次降低人民币存贷款利率，致使我国从2003年10月就进入了负利率时期。2003年随后，央行呢又连续8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但是非常无奈，因为当时通货膨胀率过高，自2006年12月，我国其实就进入了负利率时期。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央行不断下调存贷款利率来刺激经济。2008年9月，连续100天之内连续降息4次，其中1年期的存款利率从 4.14% 大幅调低至 2.25%， 而当时的通货膨胀率是 5.9%， 因此得到的实际利率为负的 3.65%。我们计算一下，从2000年1月到2012年1月，正利率的时间段有73个月，而负利率的时间段有71个月，负利率的时间段占到了 49%。 经过刚才的叙述，大家都知道，即使呢实际利率已经为负了，但是名义利率还都是正的。那么什么时候出现了名义利率为负的利率呢？负利率的背景是这样的：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波及了全世界，其中欧洲呢更是深陷泥潭。2009年，瑞典政府为了刺激经济，首先推出了存款利率为负的 0.25%。瑞典这个国家非常创新，想象一下，这次瑞典应对疫情的全民免疫也是全球第一。在这里有一个逻辑，国家为了增加社会的流动性，刺激经济，通常会实施的货币政策其实就是降息。银行利息给的少了，大家都不愿意存钱了，因此就该消费了，投资了。但是降息是有限度的，那么降到0了怎么办呢？
瑞典告诉大家还可以降，直接变成负利率。那么紧接着呢，欧盟、日本等国家也相继加入了负利率的阵营。这样做的目的是好的，为了刺激经济，刺激商业银行把钱贷出去，刺激企业借贷投资，刺激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只是这样做虽然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但是需求呢并没有增加，并没有需求，所以企业呢也不会增加投资。所以关于负利率一直其实都是非常有争议的。经典金融理论一直是现代货币金融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典利率理论一直是沿着利率可以影响投资储蓄，然后呢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这样一个逻辑，分析了利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认为通过降低利率可以刺激消费、刺激经济。在这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瑞典学派以及凯恩斯主义，也难怪2009年瑞典推出了全球首次名义负利率。瑞典学派也是在经济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也是最早论述利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学派之一。那么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维克塞尔，他在《利息与价格》一书中描述到，通过降低市场利率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当然也是类似的，但是还有些学者的观点呢，就与瑞典学派以及凯恩斯主义完全相反，认为高利率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利率与经济增长是同向变动。那么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是金融深化理论以及结构主义学派理论。如果用人话来形容一下的话，就是负利率对到底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是没有定论的。通过最近负利率实施的结果表明，确实有一些好的方面，比如说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借贷成本，短期内呢确实起到一定的增加流动性、刺激消费、刺激投资的作用。但是呢副作用也很大，由于负利率给人的预期是经济非常糟糕，让大家对未来没有信心，所以长期来看正面作用并不大。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负利率究竟会在哪些方面影响我们的生活，有哪些资产被推高了，有哪些公司会受到负利率的影响。首先第一呢，就是推高了部分资产的价格，导致了泡沫。由于市场上的钱呢非常多，而且钱的价格也很便宜，所以呢股票、房产呢都被推高，存在着泡沫化的风险。在这儿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最明显的呢就是房子的价格，所以实行负利率对房地产绝对是一个利好，老百姓可以获得便宜的钱。对于房地产这种负债率比较高的企业，它的成本降低了，需求又显著增加了，因此呢对房地产是100%的利好。除了房地产以外，再有就是金融市场。为什么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强迫美联储实行负利率？负利率可以推高资产价格，这个是显而易见的。那么第二个影响呢，就是冲击国家的融资。那么国家融资的时候是需要发债的，如果你的债券收益率太低，没有投资人愿意购买，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融资问题。比如在2019年，德国的利率是负的0.31%，那么德国政府呢为了融资发行了20亿欧元30年期的债券，到期时间是2050年，由于收益率为负，只卖出去了8.69亿欧元。大家可能会问，那么为什么收益率为负还有人会去买呢？这足以显示出投资人对于经济的预期是非常悲观的。负利率对国家的融资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那么第三呢，就是对所有的金融机构影响是巨大的。所有的银行、保险、退休基金都是建立在正利率的基础上，那么特别是银行本身，它本来就是吃利差的，负利率让这个利差减小，银行受损非常严重。那么银行受损之后，就会导致金融动荡，甚至呢导致金融危机。我们大家看一下，最近无论是美股还是欧洲的股票，为什么银行的市盈率一直非常低，估值非常低？那么这个时候是买进银行的机会吗？如果弄懂了负利率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影响，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发现，银行的估值低是有它的道理的。比如说，在德国最有名的德意志银行，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由于欧洲央行一直降低利率，德意志银行的股票就一直下跌，从最高峰的110多欧元下跌到现在只有6.69欧元。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负利率对银行的冲击有多么严重。那么负利率对经济的第四点影响就是导致资本外流。因为我们国家实行了外汇管制，所以这个呢对我们的影响倒并不是很严重，但是对于欧洲这个情况影响就非常严重。我们大家都知道，资本都是在一直寻找收益的，哪个地方的收益率高，资本就会向哪个地方流动。由于欧洲央行实行了负利率，很多欧洲的资本也都到了美国，很多欧洲的金融机构都买了美国国债。那么第五点影响就是由于储户呢觉得无利可图，而且还担心呢会给银行钱，所以呢银行损失了大量的储户的存款，银行的钱少了，你发放的贷款当然也会少，再加上需求的降低，更加打击银行。那么最后一点就是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
对经济的前景呢更加的悲观。所以有人把负利率政策比喻一个经济黑洞，由于它是一个全新的政策，具体到底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危害，还需要实践的检验。按照目前的观点来看，负利率短期内可以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尤其利好股市和一些资产。但是长期实行负利率就会带来危机的隐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最近特朗普一直强迫美联储降息，而且实行像欧洲一样的负利率，而作为美联储呢，也是强硬的回绝，也难怪有一些美国银行业的大佬都把负利率看成是经济灾难。好了，今天的内容呢就到此结束。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请大家订阅、点赞、评论、分享，谢谢大家。